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在步入婚姻的殿堂前，往往都需要接受爱情的考验。如果两个人无法相爱，放手对双方来说虽然很痛苦，但总归是解脱。可有些人却偏偏要为爱疯狂，做出了一些万劫不复的选择。案件发生在中国湖北省的武汉市。2015年1月19日，当地武汉工程大学的某个办公室迎来了几位陌生面孔，其中2位是该校27岁女研究生陆阳的父母。他们表示，现在情况非常紧急，必须马上找到女儿。很快，女孩的导师就带着他们来到学校某栋民房的一个单元门前，可无论怎么敲门，一直没有人应答。无奈之下，几人只好破门而入，可一开门就看到了惊悚一幕。浑身是血的陆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脖子还被一条绳子紧紧勒住，嘴巴和鼻子上被人用胶带封住，头部还被人用钝物击打。被发现时已经没了脉搏。看到女儿这副模样，女孩的父亲直接跪倒在地，母亲更是仰天痛哭。与陆阳父母随行的2个朋友，一人马上为陆阳实施心肺复苏，一人负责解开脖子上的绳子和口鼻上的胶带。案发宿舍回到现场，在发现陆阳遇害后，校医很快来到现场，随后救护车刺耳急促的警笛声更是直接撕碎了学校的宁静。发现陆阳的民房立即围起了数圈人群，大家怎么也不敢想象学校里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在进入 ICU 后，情况10万火急，手持镰刀的死神正在徘徊在这条脆弱的生命旁。医院抢救室外，陆阳的母亲的眼泪一直就没停过，周围的人不停地安慰，可对于他来说，此时再多的安慰也比不上女儿的平安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就在女儿出事的前几天，陆阳母亲的姐姐刚刚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。几乎同一时间，2位至亲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。在被送进医院后的72个小时，陆阳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他父母此时的状态就好像是站在悬崖上。到了2月3日，也就是陆阳遭遇重创的4天后，医护人员终于把他从死神身边拉了回来。可不幸的是，陆阳因为脑内缺氧窒息时间过长，导致他脑细胞死亡，头部由于受到钝物重击导致神经受损，右边的肢体直接瘫痪。当接过医生的诊断报告时，陆阳的母亲直接瘫倒在地上。诊断报告只有几张纸的重量，可上面每一个字却有1000斤的重量，把陆阳的父母压得将近窒息。他们就如同把一把把尖刀在环绕27岁陆阳这个名字的同时，也深深刺向了陆阳的父母。短短10几天时间里，陆阳的父母就花费了10几万医药费。医生告诉他们，孩子虽然活了下来，但他以后的一生可能没法像正常人那样活动了。考虑到自身的经济状况，医生建议他们转到神经科继续治疗。而此时已经接近春节，大年30，无数家庭团圆庆祝新年之际，陆阳的父母却只能在医院陪着女儿，24小时轮流给女儿按摩，缓解女儿身上的疼痛。因为女儿的左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抽搐，抽搐时左脚的关节无法弯曲。与此同时，因为神经受损非常严重，陆阳在当时的语言功能受到重挫。也许当时躺在床上的陆阳心里肯定有很多话要说，想安慰爸爸妈妈不要这么难过，想大声控诉男友的无情和残忍。可自始至终他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在陆阳住院期间，很多同学和老师也多次来医院看望他，在安慰陆阳父母要坚强的同时，也尽了一份绵薄之力。根据资料，案发时陆阳27岁，正在武汉工程大学读研，性格善良，与周围同学的关系也非常融洽。他当天究竟遇到了什么？谁对他痛下了如此凶手，敢在学校里面行凶？事情还得从2015年1月9日说起。因为和相恋8年的男友刘瑞分手，陆阳的心情非常失落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他和表姐以及几个同学前往泰国旅游，在1月17日时坐飞机回到了武汉。
按照计划，抵达武汉市2天后的1月19号，他会和表姐从武汉一起坐车回到黄石市，主要是为了看望住院的姨妈，因为姨妈被确诊患有结肠癌，需要做手术。然而在当天上午时，陆阳告诉表姐自己有一件事情要处理一下，处理好这个心结后会与其会合。可当天中午，表姐发现一直无法联系上表妹。按照计划，他先来到火车站，可在发车的前半个小时依然不见表妹人影。越来越不安的他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于是便致电表妹的母亲，说表妹要去了结一个心愿。听到这话，陆阳的母亲明白了一切，她知道女儿说的这件事就是和前男友刘瑞的事情，女儿不可能会一直不接电话，除非遇到了不测。陆阳的母亲不断联系女儿的前男友，可对方一直不接电话。当天下午4点多时，她和丈夫以及另外2位好友赶到了女儿所在的学校，同时也是女儿男友所在的学校——武汉工程大学。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打开门之后就看到了惨烈的一幕。警方发现，把受害者折磨成这副模样的人，正是与她谈了8年的男友刘瑞。案发6天后，警方成功将其逮捕。说到这里，大家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，已经和女友相恋8年的男友刘瑞居然会做出如此施暴行为，还是个有高学历的研究生，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呢？根据资料，两人此前就读于同一所中学，中学时期，女孩陆阳就喜欢上了刘瑞，偷偷暗恋了他2年。高考后，陆阳就主动告白，和对方成为了恋人。后来，陆阳在湖北武汉就读本科，而男友刘瑞则在江苏苏州。大学期间，两人身处异地，平时只能通过电话联系。4年时间里，两人的感情经历过很多考验，尤其是在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大学时期，身边总会有很多诱惑。有一种无奈叫做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加上刘瑞本身就不老实，经常背着女友在自己学校和其他女生搞暧昧，以至于两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吵一次架。刘瑞本科毕业后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，为了能够和男友走到一起，陆阳也选择读研，还和男友报考了同一所学校。虽然最后男友成功被录取，但陆阳却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。作为过来人，陆阳的母亲也多次劝女儿，爱一个人虽然是没错的，但同时妈妈也希望你明白，天下优秀的男孩还有很多，如果真的不适合，那你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爱全部放在一个人身上。母亲的本意并不是希望自己女儿可以为她找个金龟婿，而是因为她知道刘瑞这孩子心思比较重，有时候会比较固执，而自己女儿性格比较偏软弱，不太懂得好好保护自己，就怕将来女儿将会被男友所伤。可不管母亲怎么劝说，陆阳依然十分固执，就好像这辈子就认定刘瑞一人。因为陆阳是家里的独生女，所以母亲也只能就此作罢，只要女儿开开心心幸福过完一生，那就是她最大的心愿。虽然陆阳非常痴心，但男友的母亲似乎并不怎么喜欢他。在一次交谈中还说现在学历非常重要，暗示儿子的女友，你一个本科生跟我儿子有差距。为了能够和男友在一起，陆阳再次报名了研究生考试，一番努力后成功被武汉工程大学环境与工程专业录取，也就是男友所在的学校。至此，分别4年后，两人又走到了一起。到了2015年，陆阳即将研究生毕业，这意味着她和男友的相恋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。一番商量后，两人计划在2015年领证结婚。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观念，要结婚最起码都得准备一套房子。但对于刚毕业不久的刘瑞来说，他的存款根本不够钱付首付，只能向父母寻求帮助。起初按照两家人的约定，男方负责房子首付，装修则是女方负责，剩余的贷款由小两口一起承担。平心而论，这个方案对于两家来说非常公平。可没过多久，两家人就产生了分歧。刘瑞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在房产证上加陆阳的名字，这让陆阳的家人非常生气。我把自己唯一的女儿托付给你们，你们刘家却连基本的保障都不肯给。况且我们已经答应负责房子的装修，于情于理房产证上都应该加上我女儿的名字。因为这件事情，两家人闹得非常不愉快。
可无论如何，刘瑞的父母就是不同意陆阳家人的要求，说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因为房产证名字的问题，陆阳和刘瑞两个人原本就存在的矛盾被瞬间放大。记者采访时，陆阳的同学透露，陆阳在和刘瑞相恋的8年时间里，他一直都是被迫做出让步的一方，唯独在房产证这件事情上，他觉得男方的做法深深伤害了自己，已经触碰到他的底线。因为这份感情让陆阳觉得自己对父母有所愧疚，甚至觉得自己很不孝，多次与父母的意见相背而行。所以这一次，为了自己也为了父母，她拒绝了男友家人这样的要求，并决定和男友一刀两断，终止这段即将步入婚姻的恋情。女友坚决要一刀两断，一气之下的刘瑞就绕过自己父母，直接打电话给女友的母亲张华，要求她把此前5万块钱的彩礼定金退回来。按照当地习俗，如果是男方提出退婚，彩礼定金一般都是不退的。为了这件事情，陆阳的父母找到女儿，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。女儿告诉母亲，这一次自己实在是太累了，在相恋的8年时间里，她越发觉得男友这个人喜欢计较。既然女儿已经决定快刀斩乱麻，作为孩子的父母自然也得做出行动。几天后，陆阳的父母就主动联系刘瑞的父母，就2个孩子的感情问题约他们出来当面交流。见面当天，陆阳的母亲张华就当着刘瑞父母的面拿出了5万块的现金，准备把这笔钱交还给他们。刘瑞的父亲自然知道收下这笔钱的意义，他表示孩子年轻人闹矛盾是常有的事儿，过一段时间等他们冷静下来就好了。不管陆阳的父母如何相劝，对方就是不肯收下这5万块钱。看到对方的态度如此坚决，陆阳的母亲也没有再多要求，他决定过一段时间找个机会把这笔钱交还给刘瑞父母。受害人的母亲张华表示，因为这件事情，女儿足足瘦了20多斤。作为母亲，看到女儿为情所困，心里非常难过，这才同意女儿和她表姐一起前往泰国旅游散心。回国之后，为了彻底告别这段感情，为了让自己振作起来，陆阳直接剪掉了自己的长发，决定从头再来。在2人的感情问题上，导师也曾询问过刘瑞，刘瑞也表示自己已经放开了。听到刘瑞这个回答，导师也自然没继续追问，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孩子会为爱痴狂。案发后，记者分别采访了2家人的邻居。对于凶手刘瑞，邻居表示他给人的印象就是老实，平时见面时就会主动打招呼，不太相信他会做出违法犯罪的事儿。而且刘瑞生活上被父母管得非常严，母亲叫他往东，他就不敢往西，几乎没怎么见过他顶撞父母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典型的妈宝男。另外一边，伤者陆阳的邻居表示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们都觉得非常可惜。此前就读高中时，为了照顾女儿，他母亲还专门辞职去到学校陪读。邻居表示，他们是看着陆阳长大的。身高1.72米的女孩，不但长相条件好，学历也非常优秀，这多好的一个小姑娘啊！只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母亲的庇护下，性格比较内向，甚至有点软弱。邻居觉得，因为被过度保护，导致陆阳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。邻居的这番话也印证了陆阳周围同学的说法，和男友刘瑞相处时，几乎每一次矛盾最后都是以陆阳妥协而告终。在陆阳旅游回国后的第2天，男友就再次找到她，在1月19日当天把她约到自己宿舍，准备向她求婚。为了这场求婚，刘瑞还专门在宿舍提前布置了很多东西，包括鲜花、蜡烛、钻戒等等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一番精心准备换来的只有拒绝二字。随后2人开始争吵，接着逐渐演变成肢体冲突，最后发生了悲剧。案发当天，受害人陆阳的表姐曾给刘瑞的姐姐打过电话，可对方却说刘瑞杀了人关我什么事儿，关我父母什么事儿？那是刘瑞和你妹妹的事情。当一个人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他就已经不配当一个人了，甚至连一个禽兽都不如。后来刘瑞的父亲来到医院，直接坐在病床外，一边翘着2郎腿，一边告诉陆阳父母，反正我是不会出医药费的，我儿子过失伤人顶多判10年。
也许在刘瑞父亲看来，别人的孩子根本不是孩子，只有他的儿子才是孩子。事发后，陆阳的母亲开通了微博，写了一篇名为《一位母亲的血泪控诉》的推文。在陆阳母亲发到网上的控诉书上，她指出，女儿当初在 ICU 时，刘瑞父母不但没有主动来到医院配合女儿的治疗，更没有主动支付过医疗费。当时女儿每天的医药费高达1万多元人民币，10几天下来就已经花了10几万。有时候账户上没钱了，打电话给刘瑞父母，他们才会拿1万或者2万过来。陆阳母亲觉得自己一家明明是最无辜的人，却要像乞讨一样向罪魁祸首要医药费。文章一经发表后，引发了网友的极大关注，推文的阅读量很快达到了700多万。网友纷纷指责刘瑞居然对自己相恋8年的女友下如此毒手。由于这篇博文引发了极大舆论，所以刘瑞的家人被迫支付了30余万元的医药费。入院2个多月后的3月中旬，因为肺部感染，陆阳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也就是说，死神又来了。母亲把情况告知给凶手的父母，可来到医院后，对方却是盛气凌人。坐在病房外的长凳上，刘瑞的父亲翘着2郎腿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是不会出钱的，要钱你们自己找刘瑞。”听到这话，陆阳的母亲是满腔怒火：“你还是一个人吗？同样为人父母，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？”可对于这件事情，刘瑞的母亲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，他们并不是不想支付医药费，只是需要一段时间筹钱。他还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了转账记录。与记者交流过程中，刘瑞的母亲一边回忆着事情的经过，一边大口大口吸着手上的香烟。他告诉记者，有些事情不能完全听信陆阳父母的一面之词。就例如儿子就读研究生这几年，导师给他了7、8万块，这些钱他几乎全部都花在了女友身上。为了女友，儿子连烟都戒了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当时刘瑞在用钝物击打女友的头部后，曾试图将她吊起来，不过最终没能成功。警方调取了凶手当天的通话记录，推测他作案后很可能第一时间告知了家人，可唯独没有及时告知女方的父母，导致女孩错过最佳抢救时间。陆阳的父母也认为这种行为已经是蓄意谋杀，因为他们调出监控后发现，虽然能看到刘瑞和女儿2人进入宿舍的画面，但找不到刘瑞离开宿舍时的画面，说明案发后刘瑞精心策划了线路，躲过了监控摄像头。鉴于种种证据，警方就以涉嫌蓄意谋杀的罪名通缉了潜逃的刘瑞。案发6天后的2月25日，警方向受害者的父母承诺，会以蓄意谋杀的罪名向检察院移交院宗资料。可到了3月份，刘瑞的父母来到医院大闹，说他儿子算自首。由于警方没有公布卷宗资料，所以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让陆阳家人无法理解的，不仅在于刘瑞是否真的是自首这一点，他们发现在后来警方将蓄意谋杀改成了蓄意伤害，警方的解释是害怕嫌犯在潜逃过程中会畏罪自杀。陆阳的家人认为，有充足的证据显示，案发后刘瑞家人一直协助他逃跑，他们需要为包庇罪犯接受惩罚。在庭审过程中，受害者的家人一直认为公诉人在偏袒刘瑞，一直用几个大脑空白引导刘瑞。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，检察院的公诉人最后是以杀人未遂而不是蓄意谋杀的罪名起诉。虽然陆阳侥幸活了下来，但留下的却是一辈子的伤痛。在女儿生命垂危之际，男友不但没有及时报警求助，还联合家人一起隐瞒真相，将女儿锁在宿舍数小时。如此罪行岂止是杀人未遂？如果陆阳没有遭遇不测，那在5个多月后，他也会成为一名白领。他的母亲也将开始新的生活，偶尔在公园散散步，和广场大妈跳跳舞，不用多久还能抱上孙子。可一切都没有如果。每次走在外面，看着和女儿年纪相近的年轻人，陆阳母亲的眼泪总是忍不住掉下来。我现在50岁了，我至少还有20年。这20年间我还不能病，我要是走了，女儿才40多岁，她的后半生该怎么办？罪魁祸首被判了10年，可恶魔留下的伤痕却远不止10年。
爱情既可以是天使，也可以是比魔鬼更可怕的魔鬼。而远离魔鬼的第一步，就是远离存在暴力的伴侣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